这是一段拍摄于澳大利亚地下隧道的真实影像。当这段视频被曝光之后，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灵异隧道的恐怖之处，但仍旧有无数好事者前去探险揭秘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全都因此而销声匿迹。直至今日，官方政府也不愿提及该禁忌之地。当年悉尼因遭遇严重旱灾而导致储水量急剧下降，为了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用水，政府就计划重新修建地底的废弃水库，并将埋藏在城市下方的2条废弃隧道改造成新的地下水循环系统，从而保证储水量彻底解决水荒问题。没想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，政府却突然停工不干了，这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奇怪的是，政府不仅不公开澄清原因，反而封闭了所有隧道入口。3个有志青年听闻此事后，就偷偷潜入隧道里乱写乱画。没想到隧道内却突然传来阵阵怪叫，一个男孩嚣张地冲上去查看，结果没走几步就被黑暗吞噬，没了声响。录像小哥察觉不妙，仓皇而逃。之后，这段诡异视频就开始在网上疯传，同时隧道鬼怪的都市传说也开始肆意传播。作为一个洞察敏锐的新闻媒体人，娜塔莎在看完这段视频后，认为此事肯定和政府停工有密切联系，于是就决定以此为切入点，做一期以隧道怪物为主题的大揭秘视频。本着一炮而红的初衷，娜塔莎便和团队开始了初期调查，同时搭档皮特也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，那就是寄居在隧道里的流浪汉总是离奇失踪。于是几人便找到相关官员，打探一下他们对此事的看法。然而这些人却全都避而不谈。随后内塔莎又顺着流浪汉这条线索找到了当地的收容所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位曾在隧道里生活过的流浪老汉，可对方也同样不愿多说一句话。当被问到有朋友在里面莫名消失时，老人更是害怕的大喊大叫起来，甚至还不受控制的四处逃避，好似真的看到了曾经的恐怖之物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震惊不已。虽然这次采访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但是至少能确定这条隧道里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。于是奈塔莎就决定和团队实地考察一番。他们带着专业设备，兴奋地向着入口进发，可入口有警卫日夜看守，他们根本进不去。无奈之下，众人只得另辟蹊径。经过多方打探，他们找到了一条维修通道。奈塔莎和皮特撬开锁链，直奔里面而去。接着其他2人也紧随其后。刚进去，4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各自工作。里面错综复杂，一片漆黑，但他们还是在地图的指引下，成功找到了那条废弃已久的巨大隧道。昏暗的色调配上无尽的死寂，让所有人后背发凉。可娜塔莎却壮着胆子径直走了进去。这里曾是2战时期的地下铁路通道和防空洞，之后又被改造成了特种兵训练营。看着四周应有尽有的生活设备，几人继续向里面走去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流浪汉们的栖息地，只可惜这里已空无一人。那么流浪汉们为何会突然离开，而政府又为何会突然停工呢？为了揭开背后的真相，娜塔莎决定到隧道下方的废弃水库一探究竟。几人顺着狭小通道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，殊不知未知生物也在悄然逼近。就在娜塔莎对着镜头做报道时，录音师却突然从设备中听到了奇怪声音，可其他人却不以为然。简单拍完之后便来到了下一个站点，这里存放着战争时期的空袭警报器。为了清晰的记录敲击声的变化，录音师就决定到隔壁房间再录一遍。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，隔壁就传来了恐怖鬼叫，同时电源线也被神秘力量突然拉紧。3人看到这一幕，急忙来到隔壁查看，却发现录音师早已不知去向。一番寻找无果后，3人再次返回中室。奇怪的是，那些设备也全都诡异消失。由于怪事接连发生，3人就想找到录音师，尽快离开这里。可在附近找了2遍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于是3人就打算到废弃水库寻找录音师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却突然传来拖拽声，他们以为是录音师，急忙循声而去，结果却被一块块破旧铁门挡住了前进方向。但他们还是被皮特暴力地拆了下来。没想到里面的场景更加触目惊心，颜色指数堪比人工屠宰场。通过满墙的新鲜血汁和地上的手电筒，他们猜测录音师肯定已遭遇不测。想到那个鬼影随形的神秘怪物，娜塔莎决定先行撤退。然而刚出门，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原本放在墙边的摄像机却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她连忙打开回放查看，原来是那个怪物趁3人进入房间时偷偷拿起了摄像机，并像模像样的拍下了他们的所有对话，然后又在他们离开房间时快速将摄像机放回地面，脱身离开。但他的恐怖面相还是被摄像机拍了下来，虽然只捕捉到了1帧，但3人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于是他们就头也不回地向着出口跑去。此时的3人犹如惊弓之鸟，还好值班警卫及时出现。娜塔莎以为遇到了大救星，便把同伴失踪的事说了出来，没想到对方听后却面色凝重，直接就让3人跟着自己赶紧离开。可娜塔莎却只顾着喋喋不休地刨根问底，结果下一幕这一幕可把3人吓得不轻，他们急忙调转方向逃跑，并及时找到了一个避风港。经过短暂的休息，3人的体力也得以恢复，可那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却只增未减，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出来。3人按照地图上的逃生路线试图离开这里，没想到原本标记着通道的地方，现在却变成了分岔路口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2选1继续前行，结果却误打误撞的再次来到了那片地下水库。在这里，他们看到了被挖去双眼的警卫，此时他正处在水中央左右张望，殊不知恐怖怪物就在他身后左右徘徊。他伸出硕大手臂，直接就将警卫的头
头颅凝成了天津大麻花。看到这残忍的一幕，娜塔莎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怪物听到声响，朝着三人就直扑而来。三人被吓坏，再次无头苍蝇似的疯狂乱跑，再加上四周的漆黑环境，娜塔莎更是害怕的全程吱哇乱叫。好在一束微弱亮光出现在眼前，她不顾一切的大声呼救。然而现实却让人绝望至极，因为这里虽然与地面只有1墙之隔，但却根本不会有人听到，取而代之的只有零星的过往车辆。面对这种近在咫尺却求而不得的出口，娜塔莎已经接近崩溃，她无助的瘫坐在角落，同时无尽的悔恨与自责也贯穿全身。在同伴的安抚下，娜塔莎逐渐冷静了下来。三人收拾好心情，再次开启逃生之旅。一番迷宫式的花式乱窜之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类似逃生的洞口。三人依次钻进洞口，可怪物却在此时突然出现。两人听到惨叫，本能的照过去查看，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，怪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同时，怪物见不得光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。知道了这点之后，三人便打开了所有照明保驾护航。然而，怪物却有着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，他不远不近的跟在大家身后制造恐慌。最终，三人被堵进了一个死胡同。就在他们绝望的不知所措之际，娜塔莎却突然从墙角看到了一个被木板封死的洞口，而这可能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三人顾不得多想，拆下木板就钻了进去。殊不知，这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锈迹斑斑的地面上散落着4只热乎乎的大眼睛。三人察觉不妙，拔腿就跑，可自带强光的摄像机却突然没了电。更加悲催的是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块续命电池。摄影师焦急地更换上电池，没想到刚开启强光就看到了怪物的身影。娜塔莎害怕的嗷嗷乱叫，丢下同伴就独自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。借着夜视仪，他逃到了一个房间，可这里除了无尽的黑暗和死寂外，就只剩下他急促的喘息声。突然，一个空瓶子被踢倒在地，怪物应声而来，现出真身。一阵惨叫过后，娜塔莎已被拖拽到了先前的水库刑场，同时耳边还时不时传来怪物的嘶吼声。就在他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，恰好皮特和摄像师循声找了过来。怪物一看寡不敌众，立马退居一线。皮特让摄像师拖着奈塔莎赶快离开，自己则与怪物大声叫嚣起来。有了皮特的拖延时间，二人顺利的逃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皮特的呼救声，两人循声而去，发现他已是奄奄一息。看着眼前身受重伤的搭档，娜塔莎后悔不已。为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，她顺着隧道出口来到就近的地铁站，在路人的帮助下，奈塔莎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可皮特终究还是没有等到救护车的到来，而那个录音师则永远消失在了隧道之中。虽然他的家人已经报案，但警方却因证据不足而拒绝调查。而奈塔莎作为此次行动的发起者，更是满满的自责与愧疚，因为此事她辞去了从事多年的记者工作。事后他们的真人真事也被拍成伪纪录片来警示后人，可看过的人却无一人当真，或许还会有无数好事者前去冒险送人头。 I was just pissed off with everyone, everything, the government, the police. I mean, how much evidence do you want? It's just sad now thinking about it. It's pointless. It's just fucking sad.